大家好，我是车轮。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自动变速箱换油是循环机换好，还是说重力更换好？然后今天正好我这里有个车，先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是个14年的 GLK 300，然后今天是换的变速箱油和这个变速箱滤芯儿。然后换的时候呢，过程我没拍，因为今天白天的话我没在，是徒弟更换的，现在已经换完了，然后试车也都弄好了，其他都完事了，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先看一下这个油用的是原厂的油啊，然后变速箱滤芯儿先看一下脏不脏。这个我没有给它解体啊，解体的话给它割开，但是基本上不用解体就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滤芯啊，它这个外边铁皮就可以看到，因为当时油底的话擦我问了，然后说是油底上面有挺脏的一层，就是油泥。这个滤芯可以看到，它原本的颜色是那种铁色的啊，然后这个变速箱油是绿色的，上面都是有油泥的，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油泥，然后里边的话就是它的滤芯这个棉，里边棉的话上面都是有薄薄一层这个油泥的。车现在油更换的是重力更换啊，它这个总共换下来是9升油，标准9升油，然后是小油底打开以后放出来是2升多点，然后把小油底拆掉，滤芯更换好，然后盘动曲轴，把那个大力鼓就是变矩器里边油，它底下有一个放油口，当转到一定程度那个螺丝就出来了，把那螺丝拆掉以后，变矩器里边能放出来7升6升多吧，差不多，总共的话是9升油就足够了。然后它这个为什么重力更换呢？这个车维修手册上面啊是必须是重力更换的，不能用循环机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下用循环机的坏处和好处，就先说一下循环机换这个油好处和坏处吧。循环机换呢，首先好处是可以看得到的在哪呢？循环机换把变速箱连接的油管切开以后，把机器介入，然后把整个油从油管里头到变矩器和阀体和这个电磁阀整个油路和这个散热器全部都是串一遍，把旧油顶出来，新油加进去，循环一遍，相当于换得更彻底。但是呢，这就是好处，但是呢，这个坏处呢可想而知，阀体和油底还有滤芯还有这个电磁阀还有散热器，这些时间长了，就不管它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别管跑多少几万公里，它都会产生油泥。稍微有油泥的话，当你循环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油泥极有可能堵住细微的那些电磁阀的油路和这个油道的油路，造成油路不通畅，这就是坏处。油路不通畅换完以后，它会动力跟加档什么的会有迟钝，会有顿挫感。我亲身经历有几个车啊，首先咱说一个马自达昂克赛拉，跑了当时是7万公里，7万公里不多吧？咱们正常自动变速箱油的话，推存的是6万公里更换，维修手册上基本上都是这个公里数，然后具体也分车型啊。然后的话当时那车7万公里更换，当时我建议车主的是重力更换，然后车主要求的是这个循环机更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建议车主重力更换的，除非车主严格要求说这个循环机更换的情况下，我们才给他用循环机更换。然后当时用的循环机更换完以后，当时用油用了12升，更换完以后跑了有3天到4天吧，车主回来反映说加档迟钝，然后有轻微的顿挫感，还不如没换之前了呢。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没有办法，因为这可想而知，极有可能就是说堵塞了电磁阀或者是油路，造成不通畅。
然后就只能是再拿循环机再换一遍。换一遍之后，跑了有1个礼拜吧，还是没有说任何效果，还是跟之前有差异。然后的确试车就是有那种感觉顿挫的感觉啊，然后本身那车不应该有的。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又换了一遍，3遍的情况下换完还是不好使。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车主就把车放着，只能是解体变速箱。解体变速箱之后，整个清理清洗，然后什么东西也没换啊，清理清洗装好，把所有电磁阀和这个里边的油道乱七八糟的全部清洗，清洗完以后装好，然后再试车，这个故障就没了。而且它这个出现这个故障，它不报故障码的，没报任何故障码，就是轻微的有点顿挫。这就是这个车用循环机换完以后，还有2、3个车我经历过的呀，还有就是2、3个车也出现过那种情况。所以说我们来换的话都是不建议循环机换的。但是呢，循环机更换的好处对修理厂来说在哪呢？对修理厂来说，你比方说重力更换需要5升油的话，我给你报重力更换的话是500。你如果用循环机换的话，10升、12升、1200、1500，那我的利润就可以翻1倍。这就是循环机换的对修理厂的好处。然后就是重力更换啊，重力更换不能说它有好处或者坏处，它没有好处，但是它就是常规正常保养。然后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可以直观的去理解，这个车维修手册上面有标明说禁止使用循环机更换，但是你有没有说见过维修手册上面写着必须循环机更换的，对不对？有写着禁止循环机更换，反而没有说写着必须循环机更换，这你就可以从中了解到底循环机更换好不好，你知道对不对？然后重力更换的话，它就是相当于这个变矩器和这个散热器，还有一些阀体里边一些油有可能流不出来，流不干净。这车的话总共需要9升、10升，然后放出来的只有一半，4升、5升，剩下一些在这个变矩器和这个散热器里边，你放不干净。但是呢，它就是常规的保养，的确就是足够需要你的需求，就是说足够让这辆车正常行驶没问题的，就是说不可能说损害变速箱的，但是前提必须得按常规保养。你比方说维修手册标明6万公里更换，你非得推到12万或者是10几万，那它里边产生油泥多了，对不对？你这个就对你的变速箱造成损害了，对不对？所以说按正常的时间和正常的公里数保养，是对你的爱车的一个呵护，是对一个你车的负责，对你的负责，避免在正常的使用过程中把你扔到路上，或者是对你造成不便，这就是一种责任。就是再说一下啊，就是他这个车现在为什么说是维修手册上面标着禁止循环机更换的？你想这车总共的话11升，10升多11升的油，它能放出来9升，为什么呢？变矩器所有的油，大部分的油都在变矩器里边增压大力鼓里边，然后它这个变矩器有放油螺丝的，曲轴盘动了以后，放油螺丝就会出来，出来的话直接里边就能放出来6升多，再加上油底的，这就放出来9升，所以说就完全没必要说，只要是按公里数，完全没必要说循环机更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公里数，刚才也说了，你不能说你公里数越大了，你感觉就必须得用循环机，哎，让它彻底一下，那样是完全不建议的啊。因为你觉得公里数大了，要循环机让它彻底循环一下，但是你想没想过，公里数越大，你油泥越多，这样的话你就越容易产生循环机更换的时候堵塞。所以说当你公里数大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换滤芯，然后就是把它哪怕多换几遍油呢，对不对？多换几遍油，就是说不多换几遍，你就说按
2万公里你换一次，对不对？让它缓和一下，这就可以。然后就是像这个车滤芯的话，很多车都方便拆的，小油底拆掉就把滤芯更换了。然后有些车它的那个滤芯在那个变矩器后边，所以说这种车的话就没必要换了，因为换它的话特别麻烦。为什么特别麻烦呢？换这个在变矩器后边的滤芯，这个它那就是一层过滤的，然后换那个的话，相当于大修变速箱了。为什么？变矩器后边变速箱总共3层，你咔拆掉2层，相当于大修了，那你换它干嘛？对不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按时保养是必须的，然后是对变速箱和你车的一个负责，好吧？然后咱们接着回归今天的最重要的这个标题这个话题啊，然后就是说，到底是循环机还是重力？这个的话，我建议是重力，除非说你维修手册上面写着必须得循环机，对不对？行，喜欢的话点关注，然后一起看更多的汽车知识。今天就先到这里，拜拜。